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气球师 Alan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教怎么做《鬼灭之刃》里面的重铸蝴蝶忍。那这次课程呢是比较复杂一点，因为我们有教9铸，所以材料上面呢也会相对的比较复杂。如果你在购买上面有些问题，可以直接跟我们买我们包好的组合装。对，只要买回去，除了该有的材料以及该有的表情贴纸、眼睛，我们全都有附给你，还有打气筒跟需要用到的黑色跟红色的笔。那如果想要购买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气球的魔法师私讯给我们。那每一份呢都是1000块台币，包含运费在里面，可以让你在9次课程，每一次课程只花了111块，就可以让你度过一个很完美、很好的暑期线上课程暑假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学习今天的蝴蝶忍吧。这堂9铸的课呢，我们第一堂呢就要来做大家最喜欢的蝴蝶忍，那也就是小朋友现在的蝴蝶姐姐。对，那好，那我们材料包里面呢，我们挑选有金属紫色，那应该有帮你做标记。如果没有购买材料包呢，那请你离开。好啦，开玩笑。如果没有材料包的话，那就是自己，我待会边折会边介绍需要哪些材料，那你们就依据这些颜色自己去抓你们要的材料就可以了。好，首先呢，打开蝴蝶忍的材料。好，然后呢，首先我们先拿起肤色350。那这个350呢，我在接下来做的造型里面，它是作为头的部分。那每一次呢，我们都只要用一小段，所以其实这个350呢，其实就可以做3颗头。那材料包呢，在最后面笔的部分呢，有一个备用，那个备用就是假设真的破掉了，你就可以拿那边的材料来补。肤色350，我们先打一小段的空气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是头的部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拿出深紫色260，好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打一半的空气。OK， 一半空气，然后呢，把肤色350跟深紫色260打结。OK， 那基本上我有个习惯，我会把这个结多的这个地方把它剪掉，你就用剪刀把这样的结剪掉。好，就这样，因为这边结如果很干净的话，才不会在转熊耳结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转不紧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深紫色，我们转2个指符。好，我先讲，就是接下来的教学呢，我们的比例运算方式都是用手指头的幅度来做计算。如果说5个指符就是5指并拢，这样子叫5个指符，那这样就4个指符，这样就3个指符，这样就2个指符，这样就1个指符。好，那如果需要6个指符呢，我就会这样子打开，然后让这边大拇指跟这边手掌是平行的，这样叫6个指符哦，不是这样哦，是这样才叫6个指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首先紫色呢，我们转2个指符，2个指符1个小球，然后记得一件事，头跟尾一定要捏住，如果不捏住呢，气球就会像这样弹开，所以头跟尾一定要捏住。好，这样2个指符，接下来呢，把它转成熊耳结，捏起来反转180度。OK， 只要做成熊耳结，手就可以放开了，因为它已经固定住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肤色呢大约是5个指符，紫色呢也大概是5个指符。那我们先从紫色开始，5个指符，有没有？5指并拢。OK， 5指并拢，然后一样转2个指符。一样把它转成熊耳结，拉起来反转180度。OK， 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的肤色再来贴上来5个指符，
5个指符。好，那这样呢就完成蝴蝶忍的脸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在发型上面做一些塑形。首先，紫色5个指符，一样再贴回来这个胸耳结，把它转回来这个胸耳结里面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紫色有2个，肤色有1个。来，我旋转给大家看，这样应该很清楚可以看到。就这样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其实这个肤色350已经用不到了，但是我们先把它保留住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做发型的部分，它是有点从中间上面刘海是有点中分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接下来3个指符，紫色3个指符，3个指符2个，3个指符2个，3个指符2个，3个指符，3个指符 ，OK， 然后把它这样子转过来，对面的胸耳结里面 ，OK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瞧一下，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比例稍微均衡一点。所以这2个呢，一定要一模一样大。像因为我比较要求一点，所以我会觉得，好像看起来有一点不一样大，我就会重新把它打开，再重新稍微微微的调整一下。OK， 好，这一次就没有问题了。对，让它中分的感觉。OK， 所以现在紫色就是2个5个指符，这个是3个指符，然后2个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紫色沿着这2个叫单泡跟这一个单泡的中间盖过来，像这样。然后在压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空气要稍微往后挤，像这样往后挤。OK， 然后把它转过来对面的胸耳结。好，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头型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先上蝴蝶结，大家会比较清楚知道那个感觉。蝴蝶结的部分呢，我们拿出里面的金属紫色，然后一样呢是打1/3的长度，打1/3的长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像做花瓣一样，连续做2瓣，捏住它。对折起来，3个指符，3个指符，然后这个结呢，我们要穿过这2个气球中间，它才不会弹开。像这样，有没有？它就夹紧了。然后这是1个嘛，那我们再来第2个。切记一件事，就是这2个呢，一定要一样大。对，这2个一定要一样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剪刀把这边剪掉，然后把这里的单泡消气到剩2个指符左右，然后这个呢可剪可不剪，我们把它夹在上面头发跟后面气球这2个的中间。OK， 好，这样子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味道了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做身体的部分。肤色呢，我们已经不需要了，因为这个呢，之后如果你想重复练习的话，可以再多做几颗头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就直接顺着没有用的地方把它剪掉，把它剪掉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其实我建议还是可以打个结。通常我们是不用再打结了，不过这边以防万一啦，我们打个结。然后结啊，不要这样露出来，这样不好看。我们把它夹在气球跟气球的中间，把它藏好。好的，那这个就是头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身体。身体的部分很简单，只要用到1根黑色跟1根白色就可以了。好，首先黑色呢，我们一样灌1半。然后这边我稍微介绍一下，所有气球里面呢，黑色呢是
非常不容易保存的，它非常容易氧化跟破掉，所以尽量建议大家买了就赶快用掉，然后有需要再买就好，不然这个买来囤货其实非常容易氧化。好，黑色呢，还记得刚头发有一边有紫色这一根吗？我们把黑色接在它的另外一边。把黑色接到它的另外一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两边的空气往后挤，把两根气球旋转在一起，像这样，像这样，紫色往后挤，有看到吗？然后黑色也往后挤，当然就是要一气呵成，所以就是把紫色、黑色，然后空气往后挤，然后两个旋转在一起。有看到吗？像这样子交叉在一起。OK， 交叉在一起之后呢，其实紫色就不用了。不过我们先不用急着把它消掉，我们要先做一个身体的骨架。好，首先身体呢就是要看自己喜欢的比例。那这边呢，我觉得我们做3头身好了。所以呢，我的身体就是3个指幅，3个指幅，然后接下来脚呢。2个指幅，3个指幅，2.5个指幅好了，3个指幅2.5，然后我们折一颗熊耳结，熊耳结是1个指幅，这样 ，OK， 3个指幅，2.5个指幅或2个指幅也可以，然后1个熊耳结。接下来呢，再转1个指幅的小单泡，再转2个指幅做熊耳结。好，所以这边现在这样，3个指幅，2.5个指幅，2个指幅的熊耳结，1个指幅的单泡，再做2.5个指幅，然后把它旋转在一起。OK， 这个呢其实就是它脚的部分。好，那身体的部分呢，脚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身体的部分。身体的部分呢，我们一样再3个指幅绕回去跟紫色、黑色交接的这个地方。把它转进去，然后有些人在这个弹掉没关系，有些人在转的时候会常常觉得，好像怎么转不进去。我跟大家讲一个诀窍，转的时候呢，就是你绕进去的时候，你也要用气球本身旋转的力量带进去旋转。你看我在转的时候，就是绕进去的时候，我这根气球也会跟着旋转，就会很好转动它。好，那好了之后呢，基本上黑色跟紫色我们都不需要了。不过就是这边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我们把黑色用剪刀剪掉之后，然后把它打结。如果你不放心，就多绕几圈。然后紫色一样，把不要的地方剪掉之后，然后我们也一样打结。OK， 好，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呢要做一个腰带，做一个腰带。这边呢，刚刚我弹开了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再重新转回去。其实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弹开，所以我们才要利用白色的气球。好，白色呢，我们转一个小单泡，再转第2个小单泡，把它转成熊耳结，并且把空气往后挤压。然后呢，顺着中间这里绕一圈，像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把它绕一圈。好。大概就这样，然后呢，我们利用剩下的白色气球来做羽之一的部分。好，你就会看到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把羽之一的部分完成。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
然后我们把这根白色气球吹嘴的地方绕进去。就是我有个方法是这样，就是我会用我的食指压住吹嘴气球的这边，压住它，然后把它拉起来，这样旋转。大概转个2圈，你觉得有点紧实感，就可以停住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做羽之一的部分，我们把白色像这样压下来，然后抓一个适当的长度，转进这个熊耳结里面，然后再转一个白色的小球跟这个黑色小球叠在一起，但是记得要叠在它的后面，叠在它的后面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刚刚白色这里有多少，我们旁边也跟着多少，要做一个对称。基本上呢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不过我们稍微把它固定一下，我们把后面白色这一根剩下的绕回来腰带的这个熊耳结上面。然后再把剩下不要的地方剪掉。好，那这边我稍微讲一下，为什么我刚刚最后要加白色这一个？因为如果我不加这个啊，它的头会有晃动，它没有办法把头往前顶，所以我加这一根呢，主要是要让它头可以往前。好，那这样就完成蝴蝶忍的造型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绘画表情的部分，还有在它羽之一上面做一些点缀。那如果有购买我们材料包呢，我们有附上一份眼睛，对。那后面呢，都帮各位贴好双面胶了。那我先讲一下，就是以后你们要怎么去制作，就是剩下的眼睛呢，你可以去复印出来，然后要剪后面要贴双面胶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。要贴眼睛的左右两侧，就是不是整个面积贴上去，要在眼睛的左右两侧贴双面胶，剪下来，在它的眼头跟眼尾，这样子我们去贴才可以贴平。因为如果你是整面都是胶，你贴上去一定会有气泡跟空气跑进去，它就会不平整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找蝴蝶忍的眼睛。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哪个是蝴蝶忍吧？如果看不出来，那一定是假粉了，好不好？找到蝴蝶忍的眼睛，把它剪下来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把眼睛剪好，然后看一下位置，大概呢就是它这里中间横的位置，左右两侧。大概量好位置之后呢，就把后面的双面胶撕掉。如果没把握的话呢，就先放一只手指在这里。大概2只手指比较好，2只手指，不然就会贴得太近。2只手指是这个比例上面是最刚好的。2只手指的距离。OK。然后呢，就是顺着这个位置把它加上眼睛。这个如果用剪的话呢，会很不然我们就用画的。好 ，OK， 是不是就变可爱多呢？另外这边也帮它画一下。好，然后就是画它那个似笑非笑的嘴，这样微笑就好了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用
绿色、粉色这2个颜色呢，就因为太不常用了，所以我们的材料包里面就没有附这2支。但是如果你想那个作品画的再好一点，也可以去买这个粉绿色跟粉红色。我只画了前面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后面也帮他画一下。然后呢，下面是粉红色的。好，再来就是帮他画蝴蝶的纹路。我们画一个 S， 一直摇摆的 S。然后下面呢是一整条都是黑色。完成了，怎么样？可爱吧？那这个蝴蝶人呢？这个做法呢是比较简单的做法。如果你想让这个气球再大一点呢，你可以把气球的型号往上提升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是用黑笔去勾画出线条的方式来教大家怎么画出雨之一。上面的这个薄荷绿跟粉红色的笔呢，如果你想让你的雨之一再丰富一点的话，可以到美术材料行购买。不过，因为这个笔的颜色平常真的很少用到，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，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买，可以把这钱省下来。那你们还喜欢我们今天教的蝴蝶人吗？那我们上支影片呢有教怎么做香奈乎，可以再回头去学那个香奈乎，把它一起做出来，这样他们师徒就重新见面了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那我们就下一步教学再见啦，拜拜。もしもーし。